各位你哋好，今次呢段片我會去一趟深圳前海新開嘅室內滑雪場。呢個號稱全世界最大嘅室內滑雪場，同廣州融創滑雪場有幾大分別呢？究竟適合邊一類型嘅滑雪朋友呢？所以今次我會親身體驗一下，順便我會揾店鋪寄存我嘅滑雪板。喺視頻嘅中後段，仲會有一啲溫馨提示俾新手同埋進階程度嘅滑雪朋友添。好，事不宜遲，出發！呢個新開嘅滑雪場位於深圳西邊前海區。本人住喺新界東，所以乘搭東鐵線去到落馬洲站，再經由福田口岸出嚟之後，再乘搭網約車直接去到滑雪場。車程大概45分鐘就到達滑雪場門口啦。單程車費157蚊，都幾貴㗎。如果兩個朋友一齊乘搭嘅話咧，分攤費用大概每位80蚊。我覺得呢個費用可以接受。畢竟滑雪裝備都有一定嘅重量同埋體積，直接乘搭網約車可以慳翻啲體力同埋時間。由於預先喺網上買咗飛，使用買咗飛之後發出嘅二維碼喺取票機攞飛咧，過程都好快捷，進入雪場都好順利。進入滑雪場之後，可以先去租借處攞滑雪服同埋滑雪鞋。如果有需要嘅朋友，可以去隔離個 counter 報名上堂。更衣室儲物櫃就喺呢一排 counter 嘅對面。目測有30個以上嘅更衣室，比較廣州融創20個為多。所以每個更衣室排隊嘅人都唔算好多，儲物櫃嘅數量都唔算少。但係人客更加之多，所以真係要早啲霸位啊！掃二維碼之後，可以經微信支付或者支付寶咧，繳交20蚊按金。用完儲物櫃之後，就退翻個按金俾你，過程都好順利。呢個滑雪場只有一間食肆，係位於雪場嘅出入口嘅旁邊。座位數量都唔算多。真心建議中午12點半之前攞位。眼見1點後超多人排隊。我哋12點半開始攞飛，等咗大概15分鐘先至有位。食物種類偏向港式，有燒味飯、港式炒飯同埋乾炒牛河等等。食物味道係偏向濃烈嘅。凍奶茶落單嘅時候咧就揀咗少甜，但係都係好甜。下次要走甜。一碟飯加一杯凍飲大概65至75蚊不等，收費正常。租借滑雪板嘅地方咧就喺食肆嘅旁邊。玩雙板嘅朋友可以喺雪場裏面攞。呢度係唔會提供滑雪手套租借嘅，但係雪場裏面都有店鋪可以購買。價錢當然比外面貴少少啦。過嚟嘅新手要注意帶齊裝備啦。由於我整套嘅滑雪裝備寄存咗喺廣州融創啊，所以我過嚟之前嘅2-3日咧喺網上面租咗呢塊滑雪板同埋滑雪鞋。固定器嘅角度同埋距離咧，店鋪已經預先幫我調校好，所以玩起上嚟十分之順手。喺雪場免費租借嘅就冇咁嘅調校啦。有需要呢方面資訊嘅朋友可以喺下邊留言。好啦，講翻正題先。依家我哋進入滑雪場啦。首先由初學者滑雪道開始講起。呢個場有2條初級嘅練習滑雪道，分別俾單板同埋雙板滑雪新手使用。單板嘅練習滑雪道長度大概172米，闊度有32米。雙板嘅練習滑雪道咧，長度都有132米，闊度42米，闊少少。2條嘅練習滑雪道咧都有獨立嘅摩氈，上斜坡非常之快捷安全。2條嘅練習滑雪道都唔算好斜，適合俾初學者練習最基本嘅滑雪動作，好似站立、平衡、剎車同埋簡單嘅轉彎動作等等。滑雪道嘅面積比廣州融創咧大好多，所以非常推薦新手過嚟呢度練習。中級滑雪道有1條，長度大概410米，闊度都有30至56米，係呢個場裏面最長最寬闊嘅雪道之一。坡度都有13.69度，對比廣州融創嘅中級滑雪道斜多少少咁啦。我玩過2-3轉之後，感覺明顯對比融創咧好玩，同埋好有挑戰性。適合正喺度練習刻滑嘅滑雪朋友，亦好適合已經掌握到基本動作嘅滑雪朋友過嚟呢度練習。畢竟初級嘅滑雪道真係好多人，呢度空間寬敞，呢一條中級滑雪道咧，亦都係人氣最旺盛嘅區域。
如果要進入呢條中級滑雪道，可以乘搭吊車同埋摩氈。咁乘搭吊車可以去到呢條滑雪道嘅頂部，咁即係山頂啦。咁摩氈可以到咗呢條滑雪道嘅中間位置。咁呢度可以俾新手開始嘗試喺中級度練習，所以呢個位置較為多人。咁如果我哋喺山頂開始滑落嚟，咁差唔多去到中間位置就要開始留意啦。咁有需要可能要減速，避免意外發生。咁當然我都試過喺呢個位置同其他人發生碰撞，所以大家去到呢個位置嗰陣時就要留意呢個區域啦。高級滑雪道亦都只有一條，咁長度大概係392米，闊度30米，咁坡度都有18度㗎。整條雪道呈直牆形狀，冇任何轉彎位。咁但係對比廣州融創嘅高級滑雪道咧，就冇咁斜喎。咁係兩種唔同嘅體驗嚟嘅。咁因為雪道呈直牆形狀，咁足以滿足對於滑行速度有要求嘅朋友，咁即係放速啦。咁當然相對嘅控制能力同埋體能都要有較高嘅要求。咁我試過喺呢度滑過一轉，咁開始頭嗰80米同中級度差唔多咁嘅感覺。咁跟住進入嗰100米咧，開始斜啦，即係差唔多有18度㗎。咁但係呢條雪道咧就比較寬闊，咁心理壓力都冇咁大，咁所以前後換人咧都比較暢順。咁對比廣州融創嘅高級滑雪道容易控制，真心我開始喜歡呢條高級滑雪道練習啦。嗱，依家講下滑雪場吊車嘅部分啦。咁進入中級同埋高級滑雪道咧，都需要乘搭吊車嘅。咁同廣州嘅融創滑雪場設計有啲唔同。咁呢度分別有2組吊車，咁每架吊車同時可以承載4人。咁畫面嘅右手邊嘅吊車速度會快啲，咁位於高級滑雪道嘅旁邊。咁車程大概半分鐘咧都可以上到山頂啦。咁比廣州快好多。咁左手邊嘅吊車比較慢啲，咁較為適合初中級嘅人士。咁兩架吊車都可以到咗山頂。咁即係高級同埋中級滑雪道，因為要乘搭吊車上山，咁所以喺落車嘅時候需要有一啲技巧同埋經驗。咁眼見好多乘搭吊車嘅滑雪朋友跌落嚟，咁我喺呢度分享一啲經驗俾各位新手。咁正如剛才所講啦，吊車同時可以承載4個人。咁如果係練習單板即係 snowboard 嘅朋友乘坐咧，可以選擇座位嘅左右兩邊。如果習慣滑行前進方向係使用左腳放喺前面嘅話咧，即係好似我咁，咁建議乘搭吊車揀最右手邊嘅位。咁相反，如果滑行前進方向喺右腳放喺前邊咧，就揀左手邊嘅座位，因為坐上吊車之後，板嘅尾部唔會影響到其他人。咁落車嘅時候，揸住座位旁邊扶手，沿住斜坡慢慢滑落嚟就 OK 啦。如果玩雙板 ski 嘅朋友咧，咁其實乘搭吊車邊個位置都冇問題。因為雙板平衡比較容易，咁落吊車嘅時候，眼見其他乘客都冇太大嘅問題。至於乘搭高級度吊車，有一啲嘢要注意。咁去到山頂落車位置較為傾斜，而家緩衝區非常之短，你都見啦，其實眼見只有10幾米嘅啫。咁所以唔太習慣呢個地形嘅朋友咧，落車嘅時候好容易跌低。咁所以呢個位置安排咗至少有3個工作人員咧喺現場幫手維持秩序。眼見亦都有部分滑雪人士攞住滑雪板乘搭吊車，咁到達之後急急嘅咁離開，咁樣亦都算係一個安全嘅落車嘅其中一個方法。但係有機會乘搭途中唔小心將整塊雪板跌落嚟，咁造成意外。而外國嘅滑雪場亦都唔可以攞住塊滑雪板嚟乘搭吊車，咁所以我建議唔太熟悉呢個位置嘅朋友，先去初中級嘅吊車熟習落車嘅技巧，咁熟習之後先再乘搭高級滑雪道嘅吊車。首先嚟個總結，我對呢個室內滑雪場嘅雪道非常之滿意，面積夠寬闊，非常之適合新手過嚟練習。我更加中意呢度嘅中高級滑雪道，雪道長而且寬闊，坡度亦都合適。但係由於呢度啱啱開咗冇幾耐，有一股好濃烈新裝修嘅氣味。如果對呢一類嘅氣味有敏感嘅朋友，需要留意啦。相信你都明白我意思啦。至於室內設施方面咧，更衣室啊、儲物櫃數量亦都好夠，唯獨食肆只有1間咁大把，而且座位都唔算好多。眼見午飯時間都好多人排隊，希望以後能夠增加多一啲嘅食肆，提供多一啲嘅食物種類俾大家選擇啦。離開呢個滑雪場之後，我仲有一個任務，需要喺呢度揾店鋪寄存我依家放喺融創嘅滑雪包。最後我喺呢個商場嘅2樓揾到呢個店鋪提供寄存服務。寄存費每年2500蚊，
喺呢一年內包括5次雪板打蠟服務。咁店鋪裏面有更衣室，可以由福田口岸嚟到之後，進入滑雪場之前先喺呢度換衫，再攞住成套 gear 進入滑雪場玩。咁私人物品寄存喺店鋪裏面，非常之方便。咁由於我同我朋友同時幫襯呢間寄存嘅服務，即係2個人啦，咁所以店長俾咗我哋一個優惠價錢，每年每人2200蚊嘅寄存費。咁有需要嘅朋友可以喺下低留言。好啦，今次呢條片就嚟到呢度。如果各位喜歡呢條片，請喺下邊俾個 like、share 同埋 comment， 訂閱埋我呢條頻道，十分之多謝各位。好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